我操，小米好烫！真的吗？我操！我真的吗？哇，OPPO 也好烫！哇，都好烫，三台都好烫。我觉得小米最烫。小米最烫啊！你要不要摸一下？我不摸。Hello， 你好，欢迎来到离线玩家 online 频道。本期视频是小屏手机对决4.0，小米15以及 OPPO X8S。这两台我们不是都测过了吗？哎，别急啊，还有我们的特邀嘉宾，好吧？哎，还有1+13T 啊，这3台手机都是1.5K 的屏幕，但是电池呢差的有点多，好吧小米5400。？OPPO 5700，我这个1+就厉害了，6200。为什么你要用1+呢？我是家人，看不出来吗？感觉今天拼尽全力应该战胜不了1+，好吧？就以你的屏幕使用时间为准吧。处理器呢，我的 OPPO 是天玑9400加，就你低人一等。我们两个都是骁龙8亿。为什么天玑就不行了？为什么？对啊，而且我都不想说，好吧？你们适配真没我好，好吧？那金产的你们是60，我都想笑。我早就120了，我发布就120，好吧？你不是性能旗舰吗？不急啊，不着急啊，好翻不怕晚，好吧？没有，它只是定位上低人一等，它不能给我调的一样高，你知道吧？不敢越界。那么相关的设置及流程呢，我们打在公屏的某个地方。大家如果喜欢视频，不要忘记一键3连加关注。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测试吧。我们3台手机虽然是100两黑呀，但是呢，它们壳都是黑色的呀。 OK， 其实这反而对 OPPO 有利，好吧？OPPO 如果不是黑色，就是那个垃圾清水壳，好吧？包括它的原装壳，我平时用我都不用的，好吧？我都是自己买壳，50多块钱呢。哎，这下我们就高人一等了。1+不管什么颜色都是这个硅胶壳啊，而且还是同配色的。OPPO 翻的X8系列这次壳确实做的一坨狗屎，好吧3台手机的游戏设置都是均衡模式，并且120帧呢，下面能开招就开招了。你应该不能锁帧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我们第8王者荣耀就打5v5。哎呀，一个无双王者带我们2个铂金，我们都开不了排位啊！你能不能下基层一点啊？搞个王者号干什么？我已经很菜了，这个赛季。那你们2个是什么呢？我就不玩啊，我我是为了普罗大众的水平，我是为了拍摄。你是说大众都很菜了？比我强一点。现在看一下亮度啊，我感觉小米是最亮的，然后其他2台差不多吧。你们怎么还偷啊？电池还大一些啊？看得清啊，对吧？看得清不就行了？要那么高干嘛？旁边过去一辆宝宝巴士啊。感觉在小屏上打游戏还是有点局促的。你副歌嘛？你手机那么多，这和我副不副歌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不是。这把游戏才打了1分半，我感觉小米15的这个部分已经有点温温热了。我觉得是你的问题，你在这里黑小米。可能是我身体太热了。还好吧，不至于吧？我的就很正常啊，怎么回事呢？吃我的元气弹吧！我死了，你吃到了？吃的不是他的。现在我们在商场里面是没有太阳直射的，并且今天气温也不高，现在是23度。刚过完1周年，现在你们这个感情状况是怎么样的呢？第3者插足了呀。什么叫第3者？根本没有感情。感觉不是很好介入这个对话，他们太紧密了。这2个人非常默契的战术后仰了呀。这1周年的默契果然还是不一样。3个人还是太拥挤。我们现在都把手机的声音调到了6格的音量啊，我们发现这个1+13T的声音格外的大，非常大呀，其他2台我在这个位置根本听不到啊。但是我坐在这里打游戏，我是听得到1+的声音大一点。小米就没声音啊，在我们绿厂面前没声音啊，废物。我这个小米感觉像聋了一样。它没声音应该是哑巴吧？你这个比喻是不对的。我聋了，他是纯种，别人吸我之后他要反伤，他要往那人身上打伤害。谁在吸你啊？对面人在吸我。因为把它咬住了。我们第1把王者荣耀5v5打完，这把游戏我们打了15分钟，接近16分钟啊。然后3台手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网络也很稳定，也没有降帧率、锁帧率，然后亮度也没有降。然后我们手机的温度刚才都觉得就还好吧，温温热。第2把5v5我们用的还是均衡模式，小米这边把显示增强，开一个明亮，然后触控增强，能开招的就打开了。OPPO A+ 呢是一样的，我们就开启这个超级 HDR 画质跟这个高分辨率了。今天为什么没有插一买 Pro Mini 啊？上期视频它不就惨败给我们那个 OPPO Find X8S 了吗？今天它配出现吗？不被上桌了已经。今天就勉强带小米玩一玩，我说实话它也不太配的，好吧？但没办法，我们有3个人，只能勉强带小米玩一玩。瞧不起小米是不是？我瞧不起你。瞧不起小米。你不是最喜欢小米的吗？但是没办法，别人后出，这个就是有优势，好吧？有技术突破。那么小米先出，去年呢已经出尽了风头了，今年呢就暂避一下锋芒，好吧？8分钟的时候 ，OPPO 锁90帧了。哎
这怎么了啊不？是天机很厉害吗？不是很厉害吗？ 90不是不能玩，我已经适应了。后发不是有优势吗？我才是真后发，你比我早一点，你不行，还是我有优势。风驰游戏内核，懂不懂？说出来我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还得是我们小米呀、狂暴啊，狂暴！第二把打开了游戏相关的设置的标准模式5v5，OPPO 是在8分钟的时候锁了9帧啊，对不起，让大家失望了。一加没有任何的问题啊，120帧，网络也很稳定，但是温度的话是比上一把要热一些了。小米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表现非常的好。小米温温吧。哎，你这个还烫一点哎，你比小米烫一点，你90帧你还这么烫一点啊？温控不行，所以锁90了嘛。啊，一加跟 OPPO 差不多。那为什么我不锁呢？你有风驰引擎嘛打完2把游戏之后，小米只有91的电了。 ，OPPO 还有92。一加还有9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里测一轮信号吧。我们刚刚已经在微信里面录了1分钟的视频了，3台手机现在的联通都是5G 网。来，我们来点一下来发送。啊，我们都是同时拍完的，这3个手机都有导出。好，右边的一加13T 是最快的，其次是小米，再是中间的 OPPO Find X8s。我们现在准备下载一个1G 的视频素材啊，3台手机我们都是打开了环境色自适应的。左边的小米15啊，它小米的传统嘛，就有点偏蓝啊。点，好的，都大概是个20兆左右啊，速度没有很大的差别啊。你只需要告诉我最后的赢家是一加就。现在一加确实挺快的，但是中间的 OPPO 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慢了，它只有不到10兆了。又是你最垃圾。又是你最慢啊！小米跟一加就要下完了，一加最快，小米第2 ，OPPO 大概晚了3秒钟。现在我们3台手机是电信卡打电话，联通卡刷抖音，来刷吧。我有点受不了你们2台了，好吧？这一台空墙的为什么就这么正常呢？我感觉慢刷好像都没有很大的问题啊，都可能会小卡一下。那么快一点，提速。快一点，感觉一加这边卡的多一点呢。耶，我感觉小米没什么很大问题啊，再快一点。到这种速度很快的时候，3台就差不太多了。现在我们3台手机是联通卡打电话，电信卡刷抖音的。慢刷的话是小米那边会卡顿的稍微多一点的啊，我们来快一点。快一点，其实感觉就是 OPPO 这2台不太行了。那我们再快一点。像这种非常快的刷的话，还是感觉2台绿厂的会卡顿的会多一点啊。正常嘛，这么快谁顶得住啊？我顶得住啊。等你算你厉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厕所再测一轮信号。难道不是你饿了吗？啊，不是很饿。今天厕所的嘉宾不太一样呀。好的，我们先看一下3台手机的信号呀。小米的联通怎么没了 ？OPPO 很微弱的4G， 一加也没了，什么情况？感觉够呛，我们直接来打电话吧。3、2、1。哈哈哈，直接拨不出去。那拨不出去啊，没办法。想笑。确实是没有信号。看看这个 OPPO 怎么样呀？很艰难。不大行吧？不是，这联通还有进行的必要吗？发个消息试试吧，电话就全机了。电话全打不了啊！现在3台手机还是显示没有信号啊。OPPO 这个感觉也是基本是如织的状态。我们现在微信同时发一个表情，3、2、1点。都好像发不出去啊。为什么这么差呀？提示无法连接网络。 OPPO 也提示了，那就是发不出去。那今天这个厕所3台手机的联通卡就是全军覆没了，我们也没必要继续测试了，我们直接换电信吧。现在我们3台手机都换到电信卡了，它们都是有信号的，我们直接打电话吧。3、2、1点，都显示的是4G 啊。好，都通了。都同时通的。现在我们微信里面同时发3个表情包啊，3、2、1点。哎，没点到。都挺快的。好的，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微博呀，3、2、1送。哦，绿厂2台快一点啊。但是一加有图，OPPO 是没有图的，小米是完全刷不出来。那我们2台绿厂的试一下吧，3、2，哎，等一下，小米终于出来了，那我们3台再重新试一下吧，送。好的，
哎，这次是 OPPO 慢一点了。最后一次机会，好吧？最后一遍。3、2、1，走。坏了 ，OPPO 不行了。一定是中间被吸了。而且 OPPO 它说它刷出来了，它的图也是不显示的。对，加载非常慢啊。好的，我们最后再来刷一下抖音呀。中间这台 OPPO 好像刷不出来什么东西啊。网感觉还是要差一点啊，这个 OPPO。小米和一加都还可以啊，但是也会有这种要加载的情况。这 OPPO 加载不出来啊，关键是。你 OPPO 点的评论区看看。完了 ，OPPO 直接加载了。那我们小米和一加同时点下评论区吧。好，3、2、1，点。但是现在小米没有视频画面哎。无人在意 OPPO 的死活是吧？还在这加载呢。那它加载不出来有什么办法呢？太弱了，弱爆了。确实一加好一点啊。现在我们把这张表现最好的一加放到了中间了 ，OPPO 放到右边了，我们再刷刷看。哎，好像放到右边以后，这个 OPPO 就变好了。但一加也是能刷的呀 ，OPPO 放中间完全用不了。主要是小米出现了要加载的情况了。那这么看，一加确实会比 OPPO 好一点。那在这个厕所呢，联通这3个手机都记了。电信的话呢，是一加表现最好，小米其次。OPPO 呢，可能是位置原因吧，但是它从中间换到右边之后呢，中间一加的表现依然是比中间的 OPPO 要好的，所以它还是比不过一加啊。我们现在在地下车库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走。啊，左边的小米是最快的呀。我们现在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4、5米的样子了。来，3、2、1，松了。哦，都放大了，都放大了。哇，一加放的很大。但看不清啊，这二维码都是模糊的。OPPO 怎么这么拉呀？啊，多说点，多说点。小吉利。哇，小米扫出来了。哇，小米15，这厉害呀，感觉有优化呀。哎呀，走快点，走快点。哎呀，亮灯有没有机会？哦 ，OPPO 扫出来了。啊，它还是比 OPPO 大概多了30厘米的样子啊。那没办法呀，我这个摄像头还是比它差一点嘛。好的，我们又到这个很暗的地方来扫这个二维码了，大概1米的样子。微信3、2、1，走，都是4G。啊，这个速度就没有很大区别了。现在我们离那个二维码大概有3米左右啊。来，3、2、1，走。小夜神行不行啊？刚刚那么猛。哇！啊！小米15扫出来了，这么牛逼啊！3个手机全都是联通4G 网啊，这个小米一定是对扫码有一定的优化了。我们上次测红米它也扫出来，哎，一加扫出来了。不是哥吗？你刚才不是还挺强的吗？它大概比一加多了1米左右了。怎么说啊，高手？这怎么搞啊？连一加打不过，我靠！啊，小米，一加没打不过，我一加就应该比你差吗？这你的摄像头本来就差一点啊，但是我说实话，这小米太夸张了，我说实话。要我说，他们俩差的就不相上下，还得是我。我们在厕所测了一轮信号，地下车库扫了下码，现在小米只有83的电了 ，OPPO 还有86。我的一加还有88%，今天我们的亮屏时间是1小时6分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坐地铁去往中午吃饭的地方，途中呢我们会刷一下信息流，走吧。这边，好看就完事儿了。我的天哪！看你的，没啥意思啊，感觉很无聊。那你别看了，那怎么都是这玩意呢？我觉得空调呢肯定很有正能量啊。太有正能量了吧？是吗？你好像啊，确实正能量一点。不好看，没意思。那你们换个手机啊？那还算了，有点不太好意，更不好意思了。刷了10分钟的抖音，现在我们换小红书了啊。检查一下，还好。他们俩才是真爱。为什么你没有做啊？因为我不想跟他们同流合污。但我也是做着的。因为你不要脸。你们两个怎么就做这么心安理得呢？我都让位了。那我让你啊。那你让我啊？可以。你摇完头又说可以是吧？结束拍摄。我耶广场到了，本站为换乘站，换乘2号线。小米出问题了。哦，都出问题了。
车站。都刷不动了。我先说出来。几乎又是同时好的。哎，你这个要差一点，你的要差一点。今天信号怎么回事啊？你今天信号好像是有点问题。那我怎么办啊？天气得，我们都是5G呀。对啊，我也是5G 啊。我是小丑，我是纠你小丑啊我！是纠粉。哎，你觉得他是哪个啊？那必须是巨帅啊！我也觉得是巨只有帅。 9分吗？我再给你哎，我也觉得你是巨帅，怎么办？ 10分。刚我们已经刷了10分钟小红书了，现在来换淘宝。刚才天塌了，刷到一个消息说有人拼多多4999就能买到12加256的X8 Ultra 了。天塌了，天塌了！512和256差2000块钱，大家会买哪个？现在3个手机还差一点点刷完这个信息流啊。我们现在是冲着太阳，但是今天太阳不是很大，今天是多云啊、阴天的这种天气。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最右边这个1加13T 好像是最暗的呀，中间这个X8S 还可以，你看它已经拉满了。不是拉满。左边的小米15其实是最亮的，它还没有完全拉满呢。跟大家说一下，我这台小米15的电池电仓只有97呀，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76的电上面加3，它现在就是79的电。哎，我这个 OPPO 现在是82。哎，一加还有84%啊。那么我们的淘宝也快刷完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吃饭了。路上呢，我们就打微信视频通话了。可以看到中间这个X8S 是视角最广的，小米这个是最近的。1加13T 这个就介于两者之间吧。小米这边为什么感觉把人拍的这么丑啊？祖传脸上很多东西啊。祖传劣化。为什么我颜色这么深啊？我觉得2台绿厂的都没有很大的问题吧，就小米这个是确实会难看一些。把你认成印度人了。我们再切换到后置吧，这个取景范围其实是没有很大的区别的啊，画质也没有很大的区别了，主要是一个色彩上有一点点区别，感觉小米这边还是会颜色深一点，感觉对比度会高一点，其他2个就几乎没有区别吧。打了10分钟微信视频通话，来到吃饭的楼下了。现在小米还有72的电，OPPO 还有80%，一加还有82%。今天我们亮屏时间已经有1小时46分钟了。饭前就例行打把铲呢，小米只能开到60，加超清加极高的画面质量。哎呀，垃圾小米最早发布，适配最差。你看看我们绿厂 ，OPPO 直接就是120帧啊，加高清加至臻的画质全部拉满。事实上，这个1加之前也不可以，但它更新之后就适配了。对，今天我一看它又可以了。哎，这个小米都发布了半年了吧？你在事实呢？小米就是炫啊！够了，要120，这样马60就足够了。加班是不是啊？120说不定你们就掉帧。那我们绿厂210迁就一下这个垃圾小米好吧，给它调到60。哎呀，不行。现在这个劫是真强啊！我的异星伤害打那么高。谁完结啊？我拿了过渡呀。过你妈！我给我现在你要啊？你要我玩？并不可能给你。操你妈！你素质好低啊！这2人搁那讨论半天了，我以为他们很厉害呢。怎么了？你干不过我。给大家报告一个事情啊，刚刚听说的，就是韩宝和空调啊，他们的体重差了100斤啊，是不是啊？不是啊，马上就没有100斤了。要多久啊？2个月后？2天吧。刚刚空强那么嚣张，现在轻轻松松把他打死。但我本来就不会玩啊，我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又不会玩了啊！又不会玩了。就像萧炎越级挑战一样，他反正不会输啊。2个最好的菜都放到你那边了，好吧？这个吗？2个肉好不好？这个不是靠近我这边吗？那个是给他吃的。哎呀，我不玩了，我点了，傻逼备战棋，备了，我在那里变了10回合没变出3星，玩个毛啊！点你们吃了吗？谁吃了？我吃了呀。这把游戏打了35分钟，3台手机的网络和帧率都没什么问题。现在小米只有60的电了，OPPO 还有70。一加还有73，今天我们亮屏时间已经有2小时27分钟了。那么现在菜已上齐了，我们就把手机这个大师来拍点照片。好的，我们吃饭之前先拍照啊，还是一样的，1倍拍全部，然后每一道菜我们就有2倍拍。但是呢，今天我们会加一张长焦微距啊，因为小米15是有的，但是一加呢它就只有2倍的长焦，它没有3倍啊，那就多拍1张，一共拍7张吧。我怎么感觉小米跟一加的从取景框上看起来差不多啊？X8S 感觉还是一贯的 OPPO 那种比较好看的风格啊，感觉这些菜都挺好吃的。小米就感觉还是颜色比较深啊，从这个取景框上看，我有点好奇一加会不会调用它的2倍啊？那一加的这个2倍还都是调用了长焦镜头的啊，它的光圈跟主摄是不一样的。最后一张我就把它的微距模式全部关掉了，用它们的长焦能够对到最近距离啊。一加我直接裁切到4倍了。我们吃饭期间去看 B 站128P 原画直播，并且打开弹幕。现在看一下3台手机亮度啊，其实是差不太多的，但是我觉得右边一加13T 会稍高一点，其他2台就稍拉一下吧。我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少了一个人？
他去吃饭去了。吃饭期间我们也看了30分钟 B 站直播了，现在红米还有52的电，小米还有52的电 ，OPPO 还有63。哎，一加就还有67了，现在我们亮屏有3小时5分钟了。为什么又少一个人啊？他没吃饱，知道吧？他就是吃点饭后小甜品。现在我们已经吃完饭出来了，3台手机都用百度地图的步行轨迹，我们随便窜一窜，走一走。酒足饭饱要散一下步是吧？有点不认路，走错了，前面过不了马路，只能从这边走了。我们刚刚过了一个马路，现在开始往小路里走了呀。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走小路啊？小路比较窄，比较能考验我们这个步行轨迹的精度。你刚刚应该不是想讲这个吧？我就是想讲这个，你不要随便的猜测。这是哪儿呀？我们到哪了？不知道呀。能走吗？这是能走的地方吗？到厕所了吧？到厕不是所了。为什么？为什到家么？了？厕所了。为什么你们总能精确的找到厕所啊？他没吃饱。正好现在出来点太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米是最亮的呀。你这个 X8S 跟一加感觉都要暗一些啊。X8S 是最暗的，看一下2台 OPPO 都是没有拉满的，都拉满。哎，拉满了之后，这个 X8S 还是没有小米亮了，但是一加是差不多了啊。我们差不多走了17分钟啊，先看一下3台手机的起点。起点的话，最准的应该是中间这个 X8S 啊。一加13T 有点靠外了，小米呢有点靠里了。我们这边走了个回头路啊，可以看到就是有交错，这个是对的啊，小米这个也是对的，但是 X8S 并没有交错啊，有交错才是对的。耶，都不在人行横道上吗？我们很老实的，都走的人行横道。啊，接下来这条路呢，感觉是一加13T 的会稍微准一点啊。这个 X8S 是有点进楼了，小米也还好吧，但是几台手机都不是很在路上啊。我们从这里就开始拐进巷子，是一加13T 最准的，它在路上啊。其他2台或多或少都有点偏了吧，都没在路上啊。好，我们再往里面走了一小节，绕出来，绕进了这厕所。耶，这个小米会好一点哦。这一节是小米是最准的啊。然后它的形状还可以，但是位置偏了啊。这个一加13T 这里就进厕所了。对，直接就进去了。哇，这什么？这个是什么？我们这是在看亮度是不是？对，我们在这里看了一下亮度 ，OPPO 怎么就一坨了呀？小米一小坨啊。一加13T 还是比较好的。这一段呢就都不是很在路上吧，但是最差的应该是这个 X8S 啊。它直接在这个楼上了，其他2台还勉强可以吧。你这个是什么情况？我这个肯定最不准。X8S 这个位置绝对是最不准的，其他的2台都是从这个楼中间过来了，可是 X8S 直接往下走了啊。你这是什么东西啊？相对来说这一节是小米15比较准的，然后这个拐弯也是 X8S 比较差，你为什么往上走了？因为它上一节穿楼了，它就莫名其妙多了个拐弯。其他2台就都还行吧，而且它走的也不是很直，你看到没有？对，弯弯扭扭。终点这个位置也是 X8S 最不准啊，我们其实是到了这个位置的，是过了这个马路的啊。小米的很准。对，然后你这个怎么回事啊？哎，就感觉这个步行轨迹之路也是这个 OPPO 最差啊。什么情况啊？关我什么事啊？我就喜欢 OPPO，我觉得可以。那也可以。你就喜欢差的是吧？其他2台的话，我觉得一加13T 还是会比较准哦。刚刚我们步行轨迹记录完修整了一下呀，现在3台手机都用高德地图的步行导航去恰同学少年广场。导航让我们往前走，我直接来错，往后走。我觉得这样更近一点。我们才走了大概10几步啊，这个小米和一加就提醒我们，让我们确认是不是走反了啊。OPPO 还没有任何反应。那你再走吧，有3个人也是你。感觉他可能提示不出来了。走吧走吧可能这场戏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没有啊，没有好吧，那没有吧。 3台手机的实时位置都是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OPPO 就是不让我提醒啊，根本没有意识到我走错了。我们沿着错的路已经走了100-200米啊，一加和小米都2次让我们回头走了。OPPO 只有1次。那现在我们就上着楼吧，看看他们会不会再重新规划路线啊？我们在这里7拽8拽，现在终于重新规划路线了。小米15让我们往前走了，然后就是一加13T，离了我能有20-30米，它在重新规划路线。OPPO 是还没有任何变化，还没有，那往前走吧。我不要离开你们。你好恶心啊！我的天哪！我们现在一加汇合吧。不是你们都规划了呀？你看还没有啊，他还没有啊。你看一加13T，哇，它那么远还没有啊？算了吧，算了吧，你别走了。OPPO 还让我回头走，没有给我规划新的路线啊！这 OPPO 今天怎么了？怎么导航这么差啊？你看，
对对对，他让我回头还是让你回头。你那个 OPPO 头是真铁呀，我不软你了，我就按照我们的走了。OK， 我们在这个小区里面把这条路整整走完了，他才给我规划的路线啊，这也太慢了吧？那我还要你干嘛呢？我们走出来了。对啊，我都已经走出来了。我去，我这要是在外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我得绕多少次才能绕到正确的路上去啊？不好评价了。虽然我很喜欢 OPPO， 我要加入一加。导航让我们在前面一个路口右转呀，我们觉得在这转好像近一点，就先从这走了。应该是这样的。我说近就近，走吧。我们往下这路口走了40-50米啊，小米15规划了，知道是我要往下面走。一加13T 提醒我要回头一下。哎 ，OPPO 就厉害了，好吧？不仅没有规划任何路线，定位还跳回去了，太厉害了！我人麻了，这干嘛啊？这我到外地不直接啊人麻了？你的魂儿还在那。你走吧，你再走吧，又是你。我直行是吧？直行。我现在定位都是一直错的。我觉得我和小米都可以说正确吧，因为我们两个在路中间，就往前走也可以，往后走也可以。但是 OPPO 那个就是什么？好啦，规划了。就刚我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它定位才突然飘过来，而且飘的位置还不对，然后又往前走，它才规划路线了，不好评价了已经。垃圾就是垃圾，什么叫不好评价？你真的是狗眼看人低，一加就干了，小弟是干了。我真的是小弟吗？对啊，你不是定位低一等的旗舰吗？突然有种想起飞的感觉。为什么？你在看什么？我们后面呢都是按照导航的正确路线走的，都不会有什么差错了。我们计划是20多分钟的路程，实际上我们应该走了快40分钟。总共1.2公里，26分钟还有1.1公里。什么东西？你不是说你想质疑大哥的决定？你不是说按你的路走得更近吗？我觉得近。我们走了差不多35分钟，终于到了目的地。整个导航过程中呢，小米的表现令我非常的满意啊。OPPO 表现我也很满意啊，虽然它是3台里面表现最差的。为什么会满意啊？要求这么低吗？我是精神股东。一加的表现呢，就中规中矩吧，介于小米和 OPPO 之间，也不能说之间，比 OPPO 要强很多。现在小米只有34的电了。OPPO 还有50。哎，我的一加还有55%，现在我们亮屏时间已经有4小时6分钟了。现在我们到这个目的地了，太阳正好出来了，那我们在阳光下刷5分钟微博吧。现在我们准备在这刷5分钟的微博，可以看到一开始的亮度，为什么中间这个 OPPO 它就不拉满呢？给它拉满啊，其他2台都是拉满的，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是最左边的这台小米15是最亮的，好吧？超级亮！哎呀，老是说小米那个激发亮度不够高，但是他们高，但是激发不出来呀，没用啊。3台手机现在都是能晒到太阳的，我们来刷吧。来，中间的 OPPO Find X8S 是最暗的。什么垃圾 OPPO？不如我们小米一针。OPPO 2台卡卡。有吗？我觉得还好啊，一加这个确实感觉是要卡一点的。哦，对。你看到最后。它最后停的时候会感觉卡一点啊，小米跟 OPPO 都 OK 的，而且这个环境测自适应就是中间这台 OPPO 是最明显的。现在刷大概1分半钟啊，左边的小米的亮度已经降下来了。我现在肉眼看是右边的一加13T 是最亮的，不持久也不行啊。你都没有巅峰，算谈什么？现在刷不到2分钟啊，小米15亮度已经降得非常明显了。它已经比2台绿厂的要低了啊！刚过去巅峰期就这么快疲软了吗？给大家报告一下，现在虽然太阳很大，但是是28度啊！小米真的好暗了，小米好暗了2分钟，已经暗得有点看不清了。现在一加13T 是最亮的，3台手机现在都还是联通的5G 网。现在刷大概3分钟了，感觉 OPPO 和一加刷起来都有点卡卡的了，但应该还没有锁帧。可是左边的小米不仅亮度低，现在已经锁60了，3分钟的时候非常明显的60帧啊！我感觉2台 OPPO 可能锁90了，你觉得呢？有可能吧。现在刷大概3分半多一点啊，中间的 OPPO Find X8S 也锁60帧了，非常明显。一加13T 至少还是90，但是我感觉应该是120啊，还是你这个什么性能旗舰啊！而且你现在屏幕亮度，锁了，好的，4分钟，一加13T 锁60帧了，非常明显啊！3台手机全部都锁60了。我们现在刷大概4分半钟啊，中间的 OPPO 亮度是最高的，其次是一加，再其次是非常暗的小米了，都锁60帧了。今天还只有28度呢。好的，现在我们已经刷了5分钟了，最后的亮度是中间的 OPPO 最亮，其次是一加13T。最暗的就是小米15了，现在3台手机亮度全都是拉满的啊，就还是感觉中间的 OPPO 是最亮的，其次是一加13T。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有过巅峰就可以了。而且小米是最早锁帧的，其次是中间的 OPPO， 一加呢比它晚了大概20-30秒，都锁到60了，最后都还是60帧 ，OK， 都是5G 网没有掉。刷了5分钟微博了，摸一下热不热？我操，小米好烫！真的吗？
我操！我真的吗？我 OPPO 也好烫，我都好烫，3台都好烫。我觉得小米最烫。小米最烫啊！你要不要摸一下？我不摸。哦，好像真的是小米。小米最烫，小米还是白色的。哎呦，它降亮度的最导所真呐！赶紧来一下液冷散热。液冷散热，快！晒上热了。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散热器的厂家来找我们啊？快点照点伤呀！那每次都讲了，没人找啊，说明现在天气还不够热，好吧？3倍家厂商找我们很划算的啊，效果展示非常的就是明显，赶紧来。然后我们的植入呢也不贵，好吧？性价比非常高，赶紧来。别看我呀，你们植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来开始录像了，录人像，4K 60帧啊，其他的设置我们都不动，但是2台绿厂的，我们都把他们的 HDR 关了，因为他们的 HDR 就是会打开杜比世界啊。我们今天拍谁呢？哎，8块腹肌已经在那边了，非常帅啊！他后面就是恰同学少年几个大字。我现在慢慢向他走过去啊，现在屏幕的亮度是小米15最亮了，它恢复了，还是中间的 OPPO 最暗。好，我慢慢的走。好，我现在慢慢的向它转圈，有太阳出来了，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眩光之类的啊？也可以看一下防抖。你在干嘛？拍到我。好，我现在离远一点，向它跑过去，差点撞到啊！好，我在跑着转圈。2台绿厂的这个画面比较自然一点啊，但是这台小米呢就显得蓝蓝的、白白的，感觉很奇怪啊。我先来试一下他们在拍4K 60帧的时候能不能切换镜头啊。首先是左边的小米超广角1倍、2倍，切长焦5倍，好像是可以的啊。中间的 OPPO 啊，超广角1倍、2倍。3.5啊也切了7倍 ，OK。最后是这台1+13T 啊，它没有超广角嘛，所以就1倍、2倍，好像是切了的4倍。风小姐开心一点啊，笑啊，给我笑啊！你是在霸凌他感觉？但是在这个长焦的时候，这个1+13T 感觉颜色就有点奇怪咯。现在拍完了2分钟4K 60帧视频了，小米这边的屏幕就会比较暗一点了，中间的 OPPO 变成最亮的了。看小米这个就是调度很激进，但是不持久。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准备用前置来拍一下视频啊，只有1+13T 最高只能支持到1080P 30帧啊。其他2台都是可以4K 60帧的，真的低人一等了。那就很烦了呀，怎么办呢？那就其他都调成1080P 30吧。好，首先这个小米这个屏幕已经越来越暗了，我都看不清了，我就不对这个小米做评价了啊。另外2台的话，我感觉1+13T 拍出来人要红一点，我觉得是比较真实一点的啊。对，但我其实最喜欢 OPPO 这个，感觉人还比较白吧。反正现在也没有什么太阳了，无所谓了。转一下圈啊。拍久一点吧，拍1分钟吧。防抖的话，这就是你走。防抖的话，感觉差不多吧，毕竟都是30帧了，看不太出来啊。对，来合照一下，来我们来合影。谁的视角广一点？OPPO 感觉会白一点。OPPO 的视角也好像是最广的，其次是小米吧，然后再是1+了。我现在继续给他们散热啊，因为刚刚拍摄的时候感觉亮度小米太低了。它为什么这么烫啊？会发烧啊是？就拍了一下视频啊，这前置都是拍的1080P 30帧呢。好的，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拍照啊。哎，先点到人像，小米会让你选是大师还是徕卡，我就选大师了嘛。没有倍数啊，1+13T 没有倍数，太捞了吧？这太捞了。就这样子吧，我们就按照 OPPO 的1倍、2倍、3.5倍，然后1+就拍3张嘛。那没办法了，那小米呢，我就拍2、3、60和75了，跟恰同学少年合个影啊。这它好矬呀！我觉得还是 OPPO 的这个显得好看一点啊，从屏幕上看。OPPO 这边是2倍，它是裁切的，但是小米这边已经是调用了长焦了啊。从取景器上看，我觉得还是 OPPO 比较好看哦。但是拍出来呢，小米从屏幕上看，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浓郁的。1+反正就是3张一样的照片嘛，对吧？可以离近一点。1+这个默认的人像应该是用2倍拍的，因为我感觉它挺抖的。它的前效果我从屏幕上看感觉跟 OPPO 的差不多吧。我们现在准备用前置的这个人像来自拍啊，只有 OPPO 有0.8倍跟1倍啊，然后我们就拍2张吧。然后小米这边的美颜感觉非常的明显，非常的严重啊。1+这边其实美颜也挺重的，OPPO 这边
有一定的美颜吧，但是看上去是最自然的啊。现在准备在这拍照了，但是一加呢只有1倍跟2倍了啊，没有超广角，那很难受了。而且我还看到这个上面虽然是2台都是绿厂的，但是有点区别啊，大家看一下 ，OPPO 这边是有 Live Photo， 然后这边是有抓拍，还有一个微距模式的。一加这边没有抓拍跟这个微距模式的啊。然后我们把 Live Photo 关了吧，我们先拍这个呛同学少年这几个字啊，从0.6倍开始拍起。一加没有也拍一张吧，那就啊，然后1倍，连拍2张一样的照片，很尴尬。因为这几台手机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亮度了，所以这个屏幕上看不太出来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啊。然后小米呢这边是屏幕是最暗的，一加这边的屏幕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亮的，但是它又没有超广角，就很尴尬啊。鉴于长焦大家都有点区别啊，那我们就以 OPPO 的为准吧，它是7倍。那我们就把其他2台也拿到7倍了。很多人来恰同学少年广场呢，就是为了和我们的毛主席的雕像合一下影啊。来吧，我们现在就用这几台手机对着那边主席的雕像拍一下。小米的屏幕亮度真的好低哦，因为屏幕有点暗啊，我们就不说太多话了。小米我们一直用的都是徕卡生动啊，大家就自己看一下成片吧。一加 13T 这里测光变了呀，因为它是裁切的了。其他2台我们都是用的他们的长焦镜头啊，其实还是迁就一下 OPPO 的，因为它是7倍的长焦嘛，所以我们就直接打到7倍了。这里我们就连长焦也一起拍了，20倍的时候 OPPO 开启了超清长焦啊，我们就拍到60了。一加最多只能到20倍，那我就20倍多拍几张吧。一加到20倍是没有开启那个超清长焦的，小米也最多只能拉到60倍喽。小米在20倍也开启了 AI 超清长焦啊，而且开启这个 AI 之后，感觉它的防抖是最稳的，也不知道是小米的屏幕暗呢，还是它这个取景本来曝光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很暗呐。60倍这个清晰度很明显是没有 OPPO 好啊。我刚刚看到它用那个 AI 跳了一下，好夸张哦，那个清晰度一下子变好了。那我们再拍一下这边的建筑物吧，好吧？来，我们这一次又不拍超广角了，这个一加没有啊。很尴尬，这一组我们就拍到10倍吧。小米的屏幕还是很暗啊，所以我确实有一点点看不太清，不太好描述啊。其实我感觉一加 13T 的这个2倍拉到10倍也还勉强可用吧。OPPO 这个就感觉颜色挺浓郁的啊。那在这几台里面，确实是 OPPO 的长焦最厉害啊。大家就多多看一下样片吧，我们话就少说一点，因为不太好描述，它们差异有点大。我们最后呢再拍我们的小宝和主席的合影啊，直接用长焦了，2倍那个我们就不拍了啊。我们还是拉到7倍还拍一张啊！哎，我还是觉得 OPPO 效果是最好的，小米就老感觉有点怪怪的，哎呀，我说不出来。而且它屏幕很暗，我也看不太清。我们在这里拍了27张照片，2分钟4K 60帧视频，以及1分钟1080P 30帧视频。现在小米只有18的电了。哎呦 ，OPPO 还有37。哎，我们一加还有44%的电。现在我们的亮屏时间是4小时42分钟啊。然后感觉现在这个天要下雨了，大家看一下，就是阴云密布了呀。接下来我们就去往下午喝奶茶的地方，我们会用高德地图打车经过南湖路隧道，我们重点关注在隧道里面的表现。走吧。OK， 我们上车了，开始导航了。2台绿厂的手机为什么在隧道定位中呀？我们起点明明都是一样的呀。我们还是要掉个头才进隧道。我们看看2台绿厂的手机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吧。右边的一加跳了一下，但还在隧道定位中。为什么3台手机都在隧道定位中啊？我们明明没有进隧道，在外面啊。现在我们要掉头进入到隧道里了。哇，最中间的 OPPO 先反应过来了，左右2台还在隧道定位中。现在我们正在掉头。好，我们掉完头了，右边的一加稍慢一点。好的，我们现在也进入到隧道里了。3台手机现在都在隧道定位中。我们现在也在左侧的车道上。为什么现在只有小米是有速度的呀？现在3台手机的进程都有一点差距呀。小米的进程一直比他们领先100多米。现在我们正在弧线上面行驶，目前来看的话是小米准确一些。现在我们的前方就是岔路口了。一加提前进入了。一加什么东西啊？它是不是快进太多了吧？一加拉了，现在我们刚进入到岔路口里。左边 OPPO 是最准的。小米也快进了，一加都快出去了，是什么情况？一加停在这儿了。哦，我们马上就要驶出隧道了。一加在这里停了好久。哦，小米刚刚快进了一下，一加现在快进了一下了，就剩 OPPO 了。OPPO 怎么不动 ？OPPO 最后快进了。现在我们已经汇入到主路了。从隧道出来之后呢，2台绿厂也都有速度了。
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目的地了。我们导了12分钟，已经到达目的地了。整个导航过程中呢，在进入隧道之前啊，3台手机都出现了一定问题，但在进入隧道的时候啊，是 OPPO 最先反应过来的。在隧道的直路上呢，是小米的表现最好啊，它的定位是最准确的，并且只有它一个人显示了隧道里面的车辆行驶速度。但是在经过岔路口的时候，是 OPPO 是对的，然后一加呢是提前了，小米呢则是滞后了。在出隧道的时候呢，3台手机都有一定的卡顿吧，就都会快进一下，整体表现中规中矩吧。现在小米还有14的电 ，OPPO 还有34的电，一加还有41的电。现在是下午的4点41分，我们今天用了4小时57分的手机了。接下来呢，我们3台手机就用支付宝扫一下共享单车的2维码吧。那我们直接来扫码。哎，中间的 OPPO 其实比较快，但是它有广告啊。不是这个小米怎么回事啊？它为什么不显示那个字啊？其他2台都是没有问题的哦。那我们再来一次，来3、2、1，走。啊，还是比较快。这一次小米就显示出来了。支付宝的扫着店门口的2维码。小米最快，其他2个其实也没慢多少吧。我们已经到这个信号比较抽象的书艺烧仙草了，联通全都是5G 网。哎，小米现在掉到4G 了啊，他们的自动亮度我们已经开关过了。哎，小米又到5G 了，那就是他们会在这里跳啊。那我们已经在微信里面拍了1分钟的微信视频了，然后我们来点吧，点。最右边的一加13T 是完全没有导出的，它已经开始发了。2台导的差不多，可你不动了，你在笑什么？哇，小米只有11的电了，太让人糟心了。哎，小米到4G 开始有进度了哦，其他2台都发的挺快的了，一加还是发最多啊，一加就要发完了。OK， 一加发完了，小米现在进度是比中间的 OPPO 要快一点的。哎，没有 ，OPPO 反超了。好。OK， 中间的 OPPO 发完了，小米还剩1/3、1/4的样子吧。它就是4、5G 老是反复横跳啊。它到这每次就不行了，这很小米啊。现在我们继续下载一个300兆的视频素材。现在小米是5G，OPPO 是5G，一加变成4G 了啊。点，哎呦，中间的 OPPO 是最快的啊，它又掉下去了，小米抢到了感觉。哎，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一加有这么多广告，OPPO 有这么多广告。小米的广告在另一页吧？哦，在这里下载热榜，好，这几台手机都挺慢的吧？最快也就是1兆左右了。哎，小米现在很快，小米很快。开了，小米赢了，不看了。这一加我就没见它飙到1兆以上过。OPPO 浏览器的锅不能怪一加，不是，那中间呢？它是一加浏览器更差。一人一等是吧？一加起来了，3兆啊！你们说啊？都怪你骂他，把他骂醒了。那我应该骂 OPPO 呀，我用的 OPPO 操你妈！我给你剪到开头去。开标了，一加7兆了，7兆好，5兆，3兆好，飙了一下啊，现在又到1点几兆了。欢声笑语之间，小米一直保持着1、2兆的速度啊，它现在又掉了，它快下完了，但是绿厂2台现在都只有1半左右的进度啊。小米要下完了，好的，小米下完了。现在这2个真的都挺慢的，而且下了这么久都只下了2/3的样子。哇！一加13T 飙了8兆、7兆，好了，一加下完了啊。OPPO 还有1/3的样子啊。为什么呀？不等了。我让 OPPO 坐到一加的位置了，但是还是很慢啊。哎呦，小米已经低于10%了。好了，不等了。那我们第一把王者荣耀10 v 10呢，还是120帧加极致加自定义画质最高啊。然后游戏设置里面呢，我们是只开了这个默认的极致触控啊，把它其他都关闭了，还是均衡模式。小米的显示增强也用默认的了，触控增强我就打开了。一加就和 OPPO 一样了，毕竟是一家人。谁跟你一家人啊？我们是 OPPO 人。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你比我差你就跟我姓。你们网络都没问题吗？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非常的好呀。亮度呢？看一眼。差也差不太多吧，感觉 OPPO 会稍微低一点啊，这一台。因为我刚才拉了一下。啊，你拉高一点 OPPO，不要拖亮度啊。我刚才展示完亮度以后就460了。一直还在红啊。一直还在红，没法动啊，没法动。你也把手机放那个位置。三角形最稳定。现在好像恢复了，但还是黄色的。绿了。OPPO 网络没有任何问题。等一下，我的小米怎么一直保持在115帧？等一下，OPPO 90了，就90了，1分40秒的时候锁的。小米110了，不用看我，看这慢慢降。在慢慢降，确实锁到110啊。小米还情有可原吧，就快没电了。你这个是怎么说呢 ？OPPO 它就是这样的，好吧？它的普通模式呢，就是比较保守的。那你就开游戏模式啊。你手90还不开吗？必须开。开启之后立马回到120帧了。
但是网络瞬间出问题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经典的 OPPO，一加呢没问题吗？没问题啊，现在也不卡了。这把游戏打了3分多了，小米的帧率慢慢降到了90了，不知道能不能稳得住啊。狂暴模式，啊，回到120了。那一加这个是真强啊！没有任何问题，好吧？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引擎来着？哎呀，这叫风驰游戏内核。这把游戏打了快6分钟，现在小米只有5%的电了。我打开了性能模式，但是它现在只有100帧了。101 OK，它现在已经稳不住了100。而且它现在方向键这里好烫。这把游戏打了快8分钟了，这个小米15估计要锁90帧了。现在91啦，8分钟啦。没电了吗？可以理解。90了，它就缓慢的降起来了。游戏打了大概10分半，然后1加13D 也锁了90帧啊。那你打开游戏模式啊。好的。OPPO 游戏模式很稳，还120。哎，我一打开到电竞模式之后，它就恢复到120帧了。与此同时，这一位没有电的怎么说呢？小米也很稳啊，一直在89帧。小米这样打团70多帧了。现在没打团也70多帧，我只有1%的电了。你已经要去了吗？我要发挥我最后的余热了。是够热的，说实话。我这样打团23帧，我的天、啊。 OPPO 120，我也120，一加也120。马上没电了，直接关机了。马上没电了，30秒了。啊，5小时30分钟啊，这个小米就要没电了啊。刚刚好5个半小时。OK。与此同时 ，OPPO 还有22的电，一加还有32%的电。就算把你那个3%，我算5%好不好？那你差他们也差了10几。5个半小时，再这加15分钟，也到不了6个小时。那你没了呀？啊，下班。那一个人走。但我这个手机现在好烫。来，给我摸。这个边框我是真有点握不住了。哎呦 ，OPPO 也烫，OPPO 也好烫，但是比小米会稍好一点点。一加也挺烫的，但是没有其他2台烫哎。第一把10v10已经打完了，我这台 OPPO 呢是1分多钟就直接给我锁了90，后面我就开性能模式了，然后后面是小米锁了，再然后是一加锁了。啊，打完之后呢是小米的温度最烫，并且由于它最后可能电比较少吧，它的帧率最不稳定，而我们两个开了性能模式呢，就一直120了。第二把呢，我们就把游戏相关的设置打开，并且开启性能模式，然后不带可打，只有我们2个选手了。小米已经 over 了。拜拜。OPPO 从3分钟的时候开始460，这里提示网络不佳，然后跳到3分12，我直接人没了。好，然后现在恢复了，卡大概20秒吧。我的手机里面还在卡，红黄交替的。看来这个游戏模式确实会网络波动会大一点呢。我的很稳定啊。靠近一点，你就往好一点是吧？你要真的贴近一点了。再靠近一点就和我会爆炸。走远一点，我在这里是不是不太好？那你倒是走。我走了。我这 OPPO 已经有点握不住了，好烫，我只能这样玩，而且网络还经常会变红变黄，我操！我操，怎么会真不如一加？妈的！为什么 OPPO 就一定要比一加强啊？哎，它的要凉快很多哎，怪不得这我也能握得住啊！不是你摸我这个，握久了绝对烫伤了。确实会热一点，但我感觉我还行，我还能握得住，感觉我无情接受。那我们俩换着玩。我玩了。要不要增加卤味啊？那好香啊！你去买啊，我不介意。你看一下我手心这里红了，看见没有？看到了。就那个温度，你一直握着就是会低温烫伤。我操！也不是说低温吧，就是很明显的温度啊！我是无情铁手嘛，兄弟。你是健身的，搞得有茧子的，所以还好是吧？对，有点恐怖了。刚才我和他换了一下手机啊，现在这个 OPPO Find X8s， 然后打了13分40秒的时候锁了90帧，性能模式啊。哎，你现在还红了。一加还是稳稳的120帧啊，但是打的过程中它也出现了几次红的情况。打了15分钟10v10这么高的负载，这个一加现在我也感觉好烫啊！我估计 OPPO 更烫吧。第二把10v10呢，我们也是打了16、17分钟 ，OPPO 是在13分40秒就锁了90，一加子没有锁帧，网络的话都出现了一定的卡顿。现在呢，我们就让樱木来摸一下我们俩的机吧。一加有点烫啊，OPPO 也挺烫，但好像没有一加那么烫。因为锁90了，锁90之前还是很烫的。反正2台手机都挺烫的。打完游戏之后 ，OPPO Find X8s 还剩余11%的电。一加还有22的电，现在是晚上的5点39分，我们已经使用了5小时52分钟的手机了。我桌面是60。哦，你一加桌面是60哦。OPPO 是120没有问题啊。那当然了，你这个锁90降温了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看 B 站的20分钟视频啊，顺便散一下热吧。那就放我们自己的4K 超清视频啊，然后拿筷子干嘛？顺便吃点东西啊，对吧？饿了。这个人认京城，他给我夹泡面，你什么意思啊？泡面怎么了？你别吃泡面。还是已经泡好的泡面。 20分钟的 B 站4K 60帧视频已经看完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测试流程也到此为止了。现在晚上的6点05分 ，OPPO 还有7%的电，一加还有18%的电呢。我们今天用了6小时14分钟的手机了。那最后呢，我们就来打120帧的金铲铲，哎，不用带小米这个垃圾玩了，把他们电耗完，看看最后一加能拉 OPPO 多少的电量，好吧？现在是晚上6点21分啊，我的 OPPO 已经进入超级省电模式了，刚好亮屏了6小时30分钟。OK， 这不行啊！我把我的金铲铲加进来继续玩，给它玩到没电，但是只能60帧了啊，并且网络也会有所限制。与此同时，一加13T 还剩8%的电量啊，这和我们计算的是差不多的。OPPO 的超级省电模式里面，金铲铲是60帧啊，不像上次那个真我 GT7，记得还是120。哎呀，太好了，我又能多玩一会儿了。50块钱，那会儿带坟墓里去了。我已经9级了，而且我盖伦已经来了，我乘2回合就有改件，我给它占地转。我还3%啊！不是哥们儿，你1%干掉我5%吗？我60帧也正常。说着说着，他提示我就要充电了，只有2%了。怎么感觉一加13T后面还是有一点小快啊？啊，关机了。哎呀，50块钱带坟墓里去了。装备没给，主要是。哦，你现在还要我多久？我现在还剩2%，6小时42分钟啊！啊，结束了，等一下了。你还要打吗？我还打一会儿吧，我把它打到，我也想把它打到没电，要打复活赛呢，充电。充会电继续玩啊！我的吃把吃鸡的局。亮屏了6小时49分钟以后，一加13T 进入超级省电模式了。好，我再进入金铲铲，看看它到底是120帧还是60帧。你这复活赛打得怎么样了？感觉能关机了啊？就关机了？没了啊？你还没添加进去啊？你添加进去了，然后在进入的过程中就关机了，那就几乎没有呗。那没有呗？加1分钟，加1分钟，加1分钟啊！6小时50分钟呗。6小时50分钟，差10分钟到7小时。到7小时，哎呀，好可惜呀！就比我多8分钟啊！120的金铲铲。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总结。那个人已经休息好久了。那么就由我小米15开始今天的总结吧。它今天的总体续航时间是5个半小时。我们上次给它测到没电是5小时50分钟，因为它这次电池健康只有97%嘛，所以它更新了这几个版本之后嘛，它的续航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OPPO 呢则是6个半小时进入超级省电模式，然后又打了12分钟60帧的金铲铲之战。它的续航时间呢就给它算6小时42分钟吧。一加13T 呢，它的总体亮屏时间是6小时50分钟。它大概是在6小时49分钟的时候进入了超级省电，然后光速关机啊。那么我先说一下这台小米15的表现吧。它今天整体来说我都是非常满意的。它有2点稍微差一点，第一个就是亮度相关，虽然它很亮，但是它不持久。刷微博1分多钟锁亮度，拍照拍视频过一会儿屏幕也很黑，都看不清上面内容了。跟你一样嘛。反正它亮度高是很高，但就是维持不住嘛。第二点就是它祖传的微信视频通话前置，感觉有点劣化了，就是人会显得丑一点。其他来说，这台手机就没有什么很大的毛病啦，哪方面表现很好，就是续航稍微差一点意思呀。但是这台手机它是现在唯一这个尺寸小屏有超声波的哦，而且它的拍照也是有长焦微距的呀啊，其他2个都是没有的哦。但是 vivo 也是有长焦微距的啊。这台一加13T 呢，它今天的表现我觉得也还是挺不错的。首先它在厕所的信号，3台联通卡都寄了啊，但是电信卡一加的表现是最好的。然后它的步行轨迹记录也是表现最好的。它的步行导航虽然没有小米那么好吧，但是也大差不差了。它今天最大的亮点是，首先是它的续航很长，其次它的游戏表现很突出啊，都是最后一个锁帧的，并且开了性能模式以后，它的性能释放也是非常的狂暴，而且它的温度也是3台里面比较低的。相比于他们来说，它是相对没那么烫手的。我觉得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它没有超声波，还有就是它的拍照不太行。等会儿由大师来给大家说一下。至于我这台 OPPO 呢，我今天对它的表现就是差强人意，可圈可点啊，就是我个人大体是满意的。虽然呢它的续航中规中矩，然后导航呢一坨狗屎，因为我们上次测这台手机正好下雨了，我们就没有进行轨迹记录，没想到它这次表现这么差，露馅了。而且我们今天那个步行轨迹记录的那个环境其实是会比我往常还要好一点的。是的，但它依然有很多的波动，而且它的步行导航也表现的特别的差，精度啊，包括反应重新真的都不行，重新规划也非常慢，就挺让人失望的。打游戏每次都是它最先锁帧。
很保守，但是性能模式呢还可以了，就感觉很中规中矩吧。其实绿厂都有一个小毛病了，就是在开起来游戏模式之后，感觉网络会变差一点哦。没错没错。拍照的话就由大师来小总结一下吧。这个一加呢，就是用超广角和长焦来换了更大的电池。小米也是一样嘛，它有长焦微距，然后它电池小嘛，它有超声波。OPPO 呢是这3台里面我觉得拍照最好看的，而且体验也还不错，它的屏幕也挺亮的，取景框也还清楚。但是它的话就是没有长焦微距嘛，然后其他的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槽点。小米呢就还是有一点丑丑的啊，尤其拍人的时候。但是它的取景框和最终的成片差距也是挺大的。还有点忘记说啊，就小米今天的扫码特别的厉害啊，对，甚至在很非常强暗的地方都能很快速的扫出来，直接把我们绿厂2位兄弟直接碾压，干碎了，夜神啊夜神。感觉小米在15 Ultra 发布之后，它其他的手机全都扫码很厉害的。我们上一期那个 Turbo 4 Pro 啊，对也很厉害。这3台手机的夜景拍照呢，我待会就拿回去拍了啊，放到我们片尾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他的样片呢，大家就在视频里面稍微找一下，我也会放一个时间点放在上面。那我就来讲一下这个购买建议吧。如果你对拍照要求不是很高，然后对续航要求很高，并且也不介意那个短焦指纹的话，我觉得它是可以买的，因为它的续航和游戏表现真的非常强，而且它的价格也是这3款里面最低的啊。还有一个槽点就是它的屏幕不等宽，我觉得这个质感还是比他们会稍微差一点啊。我觉得小米15哪都挺好的，就是续航差一点，而且它的外围配置也正招。今天不是有好多人在那边说，他们在某平台上可以用3100多的价格买到小米15的16+512嘛？我觉得这个价格超值啊！如果你真能买到的话，好吧，我觉得那这个价格是真可以的。价格合适，我觉得小米15的竞争力还是非常有优势的。至于这台 OPPO 它最新发布嘛，可能价格还比较坚挺，然后表现呢，其实今天整体就一般般了。但是呢，它质感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超声波指纹。如果你对拍照要求比较高，但是你对长焦微距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买 OPPO 的。还有就是今天这个1+13T，它的前置居然是1080p30最高，我真的有点接受不了啊。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一键三加关注。更多精彩视频，请继续关注离线玩家 online。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